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张志刚，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全球因为川普当选以后，未来会有什么一些变化？那也有人罗列出来我们台湾人最关心的一些的问题。那你当然会关心两岸这件事儿，待会听听看现场来宾专家要怎么帮你分析这一块。当然，你大概也会关心到在国内财划法未来，因为财划法关系到整个台湾未来每个县市，包括中央各个地方所有这些事情。好，那已经喧嚷了这么久，到现在打成那个样子，未来到底该怎么办？当然，大家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当然还是在于清华城这个案子办的进度到底怎么样。检方像申请法院，包括要延押了这些，那法院裁准以后，最后几个被告都提了抗告，那只有柯文哲抗告在今天是最后期限，那律师团已经正式说不提抗告。好，那不提抗告表示柯文哲主席那还有延押2个月，可是这2个月如果要是5号那时候时间算的话，一直到现在算起来的话，2个月8周左右吧。这8周左右看起来的话，现在已经过了1个礼拜，检方台北地检署你只剩下7个礼拜左右，你能够在7个礼拜以内要怎么样把你要诉诸给所有全国民众的，不管是图利或者收贿，到底民众会看到什么呢？那这些大家都在观察，但是有一个更让大家注目的是，陈佩琪女士在周末这段时间连发2篇脸书里面圣火直接讲到，因为检方叫他去问的，他有跟检方讲了一些什么东西，对。他跟检方讲的部分内容，就是他发的一些内容，圣火罗列了很多的一些账务方面的一些的东西，你还记得吗？这不是第一次，他上次也开记者会，然后讲了一些，但这次是在被侦讯完以后、约谈完以后，然后所发出来的。冠廷是，可不可以告诉我？好，第一个，柯文哲不抗告，对，为什么要不抗告？第二个，好。可不可以告诉我陈佩琪为什么要发这2篇这样子？好，那个我先回答柯文哲为什么不抗告哦。柯文哲不抗告，老实讲，我们不知道原因，可只能推测。但是至少知道他的态度跟民众党以及陈佩琪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因为陈佩琪跟民众党在过去这段时间都说支持柯文哲抗告，对，但柯文哲最后选择的是不抗告。现在不外乎几种可能性啊，一种可能性是抗告之后就要继续去打，要不要羁押的庭，要不要去打，要不要继续延押？那打这个官司，打这个庭，你最后就会变成可能有更多证据会被看到嘛？因为之前的这个延押的裁定书，对，已经揭露了部分的资讯。可是检察官为了想要压你，未来在北院开庭的时候，或者是在法院开庭的时候，高等法院开庭的时候，今天他们决定要延押，那一定会让检察官想办法拿出更多证据。那要证明说我可以压你嘛？那有可能很多资讯就会出来，所以有可能第一个原因是不要让大家看到更多这个案子的资讯，那至少可以再拖一段时间。但第二个可能是我觉得最有可能的状况，我认为柯文哲接下来这2个月会展开真正的消极抵抗就是表面上讲我让你压，可是我在面对北检，我一律的不配合你的讯问，我所有的内容只要从我柯文哲嘴巴必须得到的证据，我都不配合你。在做什么事情？缄默前的感觉吗？有点那个味道。我认为这是我的推测。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现阶段民众党跟柯文哲跟陈佩琪告诉大家，好，他们现在至少一致了吧？说尊重柯文哲，让你压的意思就是，你有本事再压我2个月嘛？4个月够了吧？4个月之后，第一关的压力是北检的起诉书写得好或不好，是社会会有第一波的检视。如果北检的证据不够，起诉书写乱七八糟，我相信五哥很多大家一定会监督他，大家一定是这样子吧？这个就是第一个给他压力。第二个我觉得是更重要，他要的。依照现在柯文哲感觉什么都没有讲的状况，至少我们报章杂志看起来的状况是这样。北院未来有没有可能在起诉之后继续压柯文哲？很有可能，因为根据而且橘子也没有回来，然后根据其他证人有可能串证，就算现在在审理中了，其实就算今天已经起诉了，柯文哲还是有可能串证的可能。那北院很有可能会决定要压柯文哲哦。我认为这是在打政治战。压政治人物，其实法官不要骗人的，都有压力。当年的阿扁后来有被继续压吗？继续压。部分政治人物有，可是有一些政治人物就没有啊。今天柯文哲他现在在打一件事情是，我给你压4个月，压好压满。如果你们在未来起诉我之后，北院的法官要压我，我给你更大的社会压力。我们之后民众党人就可以揭竿起义。他在打这个算盘啊。那我说的，我不是法官，我也不是检察官。
柯文哲这个不是阴谋，这是阳谋了。你们怎么面对？你们就自己好在司法上面对嘛，这是他的权利。可是这个舆论战已经准备要打了，这是第一个我要讲。好，第二个我来讲陈佩琪哦。陈佩琪5哥问我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贴这文，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可以讲他贴了什么文。对啊。好，首先第一个不是我为什么要问？因为陈佩琪贴的这几篇文，对于整个案情的内容，或是要去厘清这些东西，你觉得有帮助吗？我站在他的角度帮他讲。好 ，OK。他的逻辑是这样哦。我首先第一篇文章，我认为他要处理的事情叫做700万的财产来源不明。为什么讲700万？过去这段时间，杂志报道了，意思是说陈佩琪有2笔款项，是无法交代清楚来源的。一笔款项是这几年来分别去 ATM 存款几十次、60次的 ATM 存款，总共619万，619万的这个数字600多万。另外一笔就是当时这个检方然后跑去他的那个银行里面的保险箱，发现有一个100万的现金，加起来大概是700万。所以现在大家讲说陈佩琪可能有700万大概的账户的资金不明，这个媒体所报的，大概就是这样算的嘛，700万、600万加100万。好，那他的逻辑是这样哦。第一篇文章他告诉大家说，我把我过去这几年的时间，他讲10年啊，但其实我们算完是9年哦，104年到112年，每年陈佩琪加柯文哲总共赚多少钱，做一个统计。那他算起来，比方说12年总共赚500多万，11年赚900多万，110年赚700多万，全部加起来9年的收入，证实柯文哲跟陈佩琪合法的收入是6397万5744元。对，这个钱清清楚楚。那为什么他要整理这个钱？这一堆钱出来之后，当然很多人讲证明你是有钱人，证明你可以买300。其实不是，他要证明的是说，我收入就有7000万，有6300万然后今天我有700万的现金，有很奇怪吗？拍谁哦？如果你的逻辑真的是我们外界看到是这样，很奇怪。因为你这些收入哪来的700万现金啊？这几个收入我们去算了一下，柯文哲一年如果以市场收入来讲，大概250多万，因为一个月20万，然后再加上还有年终奖金，250、280左右在跑，好算200多万的薪水。陈佩琪当一个主治医师，一年也有个300多万啊，以他的加级啊等等，算起来500多万到600万的一个收入，差不多，没有差很多。那每一年有多个100万，他可以讲说长辈赠与啊，然后他可以讲通告费啊、出书的钱，这我都尊重。我今天不去跟你讨论说柯文哲你怎么可以一年多赚100万，这不是这种滴滴答答小事，而是高达700万的现金。以上我讲的这一堆哪一笔是现金？这很奇怪啊！你今天会陈医师他那个从那个医院领了30万的现金，然后那个到户头里，然后把他现金领出来，然后过了一阵子心情很好，再存回去。不会嘛？柯文哲一个月20万台北市场的薪水，放到汇到银行里面，然后呢引出来再把它存回去。所以我认为这第一题他想解释这一个700万远远低于他的收入的6300万。可是他没有跟大家讲的是为什么是现金。我觉得他只要讲清楚现金哪里来的，我觉得就很清楚。第二点呢，我觉得他花更多功夫了是在处理这件事。他跟大家说啊，我老公不会贪污啊。对，来第一个，你看我们在当市长的任内帮台北市还债500亿，拍谁？这无效发言。你还债1兆又怎样？你还债多少跟你有没有污钱这2件事。但第二件事情就有趣了。他在跟大家讨论一个东西叫特别费，他上面这样写他发现桌子上面有一张幕僚给柯文哲的单子，记录当市长8年，市长特支费700到800万，全部给员工当绩效奖金用。首先我讲这篇文章绝对没有给专家看过，因为他写特支费，特支费早就在前几年改成所长的加级了，没有市长没有所谓的特支费700到700万，市长有的叫特别费。来，我跟大家讲，特别费一个市长有多少钱？我认为他这个不讲还好，讲的问题很大。一个局处首长特别费是39000元，市长的特别费6都有一个范围可以制定，大约12万到15万，可是多数的县市是编好编满，就编15万给市长。我们算15万好了，好，15万8年等于柯文哲大概是领1400万。好，我就算假设有一些年份没有领到那么满，1000多，一定破1000万。结果他今天跳出来，陈佩琪跟大家讲说，我的特支费，也就是特别费，700到800万，不对，那个其实绝对不可能是只有这个数字，是1000多万。那第一个问题，那其他的几百万跑去哪？这第一点。第二点
我觉得柯文哲这个行为真的很诡异哦。谁会把特别费给个人跟团体的奖金做列表？而且放在书桌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观众朋友可能我稍微说明一下，一个首长的特别费，像我以前在当局处首长的时候，我们39000元，多数用在哪里？我们送往迎来公关比方说送礼包红包，因为人家婚丧喜庆，包白包送花，另外就是同仁的奖金。我讲哦，少在那边操瓜啊。柯文哲这个他特别记的意思就是，柯文哲8年来800万的那个特别费都是给同仁用当奖金，或给团体当奖金，所以他不会贪污。不好意思哦，这是常态。多数的直辖市的市长，我举例，他们市长室的同仁，用那个科员当机要，1个月4万多块，没有什么加班费，从早工作到晚，很辛苦。市长唯一能够犒劳同仁的钱，就是这笔特别费。市长唯一能够犒劳同仁的钱，就是这笔特别费。所以市长拿特别费来给同仁当犒赏是常态。再来第二个，团体这700多万，223个团体给，有什么团体会？那今天可能到一些社团，今天可能去绕军，今天可能跟某些学生互动，用捐给团体的名义用给特别费。这个东西你怎么用，我尊重。可是真第一个来讲没有这么特别，因为特别费跟特支费最大的差别，这是特别费。特别费不能用在自己身上，特别费一定要用在别人身上。好，我奇怪的地方来了，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请问哪一个市长卸任的 N 年之后，你会哪一张那个表单上面记录说你曾经特别费给哪些人，钱总额是多少？他说团体总共给715万，个人给95万，这代表什么意思？他很重视这个钱嘛，他这个钱出去的是心里可能也不是这么觉得理所当然嘛，所以陈佩琪会跳出来跟大家讲说，你看我们都捐出去，很了不起。然后呢，还有这张纸，你看上面还有折痕，写在折起来放在那个书桌上，舍不得啦。我这样真的舍不得，真的舍不得。我当4年的局处首长，也有个100-200万的特别费嘛，一个月3万算4万好了，一年也50万，对，100多万。谁会记得？谁会记得我给哪个同仁多少钱呢？现在唯一记得是以前我服务的台中市的会计室主任，可能还那个调出来才知道，这证明他很重视这个钱。所以第二点，他要呈现的就是说，柯文哲不是一个爱钱的人，我们替台北市政府减债。我的特别费有800万给同仁，那代表我不是一个会贪污的人。可是最后讲啊，这2点，连5哥都要问说，你到底贴这2个想要证明什么？因为我讲完了，我故事讲完了。有证明任何事吗？没有。最后就是，然后怕会引起更多疑问。对，疑问很多。刚才我们讲了，特别费现在那其他几百万不知道，然后再来那个减债，现在要被检讨说，柯文哲最后4年没有减债。好，然后呢，刚刚的这前面一开始跟大家讲的这个他的收入的部分，他这个收入的部分，这么多的钱有哪一笔是从现金来？这些东西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疑惑。OK， 我相信今天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也会在想说，好，第一个，因为柯文哲主席如果要是他已经确定了不抗告，那不抗告的原因到底会是什么？那刚才冠廷大概罗列他觉得几项，其中有一点应该是好，那当然还有一项啦，就是如果你把其他的被告然后看一看，每个人都提了抗告，然后全部都被驳，那如果你觉得你提抗告，我不如不提，他水亏。然后就塑造我就是你们就压吧，我就给你压。但是会不会出现刚才冠廷讲的，压满4个月以后，当你们起诉以后，你还要再压我吗？那会不会有真正的政治风暴？柯文哲还记得吗？收他们家的第一天，他就说你们要这样对一个国内主要在野党主席吗？那今天晚上的政治风暴你们扛得起吗？接下来4个月会不会出现这个？陈佩琪为什么要发这些？所有这几个一定是我相信电视前面观众朋友也在问。我们讲现场所有来宾，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觉得柯文哲是真的已经打算到刚才冠廷讲的，为了那如果被起诉，后面北院你还敢再压我吗？你觉得会有这么？还是你觉得柯文哲会有其他一些想法？为什么？为什么？柯文哲现在的想法基本上其实还蛮单纯的啦，他现在多线作战了，一个就是在外面的一些他的太太，然后妈妈妹妹
就这个母姐会这一块，那基本上从一个软性的方式来去做发声，包含说前2天陈佩琪的发文，不过其实基本上我虽然不是什么科黑，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也是没什么效果，是啊，就完全没效果。就你去讲说你坐捷运、坐公车，跟你贪不贪污，或是中间有没有嫌疑，完全没有关系啊。他们家没有买车，他们家都是 BMW 嘛，对啊，对不对？就是骑脚踏车啦、捷运啦跟走路用租的，对，所以你讲这个没奇怪，跟你案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能说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检察官就会不再起诉你。对啊。哦，那然后再来，你说这个特别费这事情也很怪啊。特别费跟你有没有涉案也是两件事情啊。而且特别费的这样的一个监督机制，市政府里面有自己的监督机制嘛？每个月有多少钱给了谁，然后呢，他这个账得一清二楚。哦，那我也很佩服他，会把那样这个小纸条，最后一天他的幕僚会给他说：“市长过去8年给了多少？”很在乎，很奇特啦啊！我们以前也做过幕僚，也不曾干过这件事情啊，要学一学。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部分是母姐会的部分，比较软性的诉求啦。那另外，我觉得像民众党的部分。我倒觉得现在有点看起来失了方寸，就到底是在一些案件上面，我感觉他打的都是一个零星战，比如说跟简书培，那到底是裁定书，裁定书之乱吧，对，还是什么？就那你打这个，跟你凸显你自己要去救柯文哲的主题，好像感觉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目前你来看啊，不管是母姐会这一块，或是民进党中央，我当彼此之间也少那种横向的联系。比如说今天发生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要谁要扮演什么角色？而且很一击中地的来讲述我们的主张。如果说我们的之前他们就讲说很多的媒体跟检方的一起共同办案，那你这部分持续追啊？你说进检跟北检共同办案的话，那你就继续追这一块，把这块追的水落石出，而且有个小组一直去追，每个礼拜去追。OK， 那不能说好像这个事情点了烟花之后，另外的事情就没办法接续。所以我觉得在柯文哲在里面应该是备受艰辛啊，但是在外面的我的支援火力感觉上有点分散，而且没有打到要害。因为我为什么会问现场包括所有的来宾，因为大家一定可以想得出来，柯文哲看不看到，那一定那律师一团一定跟他讨论过。那我刚刚讲的一定也是其中的一个考量点了，就其他所有的被告全部都提，然后被驳。那如果就算我们提，被驳的几率应该超过80%吧？我讲的已经很含蓄了吧？那这时候如果在政治氛围上，不如干脆就创造另外一种氛围，我让你再压，对，你有本事，你把我压到4个月满，好不好？压好压满。那过了4个月呢，会不会有冠廷刚讲说已经先做好准备，接下来的政治风暴大家扛不扛得起？好。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那陈佩琪呢？目前来看的话，但是最起码陈佩琪是直接哦，他发了直接跟你讲。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的重点啦。他说为什么你们各位记住哦，他这里面是讲我在11月7号那天被叫去问话所讲的部分内容。星期四约谈大概12点多结束，结束以前，检察官问他有没有还想要说的，他说有，他还问我要不要列入笔录。那因为检察官有时候会觉得说是个人心情抒发，那我是不是就不要列？那他问他要不要列，好列。他也答应说要帮我写入，于是就有昨天脸书前半段，他写了一堆，这里面你可以从这里面闻得出来，在陈佩琪在应讯的时候，最起码他觉得检方看柯文哲的态度，他说把他说成一个见钱眼开、收受贿赂的贪污犯，说他什么钱都要拿，根本是在羞辱毁灭他，我不服，我抗议，这是我对一刀刀砍向我先生、砍向我们家的司法与不公不实的舆论所要表达的强烈抗议心声。我所讲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段，如果陈佩琪这一段讲出来的话，意思是他在告诉你，他眼中看到检方在问话给他的感受，他觉得你们是在这样子对柯文哲 ，OK？ 那这里面就刚才冠廷拿了一个，包括他用特支费啦，7到800，然后都给了员工，然后包括他们家线下市场主当党主席坚持不帮自己编薪水，他们全家从来没有买车，都用 BMW， 就是骑车、巴士啦、捷运啦、走路啦，或脚踏车啊 ，OK， 那把它说成一个这个，他非常的不平，这所有的一切。那当然，刚刚就讲，有人就开始质疑，包括如果是特支费、特别费，8年大概1440万，其他的到哪里去？那车子这一部分，当然438有讲说，那你们家有长期租的，那民众党有说，民众党租主席坐车跟柯家有什么关系 ？OK， 那这虽然是柯文哲做了，但他提说这跟柯家有什么关系？至于陈佩琪这一篇。民众党没有办法带他回应。现在当陈佩琪发这篇的时候，你觉得这整个发出来，除了心情要发书以外，
当然有人在质疑，那这样会不会构成所谓的隔空串证？可是陈佩琪最不讲，你有没有觉得任俊？陈佩琪突然发这一篇，当有人讲说啊，你是不是隔空串证？你是什么什么？可是陈佩琪就会跟你讲说，我有违反侦查不公开吗？要查大家来查，没关系啊，我就发了，我天天就看你们媒体写的，然后民众党一天到晚喊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们都没人理啊，我发，有本事要查我的话，大家都来查，你也拿我没辙啊。而他发的这些更重要一点就是，他讲的不管是车的事啦，所有这些钱的这些事，甚或所谓的特支费，所有这些事，对整个案情，对柯文哲应该这样说，他一定是为了要救夫，是真的有帮助吗？这个，因为他所提的这些基本上跟金华城没有直接关系吧。就特支费，我其实可以理解啦。陈佩琪就话讲得很快嘛，如果这一篇都是他写的啦，因为刚刚冠廷讲说，一个市长不管你是特支费或什么的费用加起来，应该是超过1400多万。那他其实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写那个什么全部这2个字嘛。就是说因为看得出来，就是说按照他的讲法，就是说这也不是他自己编的嘛。他说这一个是因为资料还有资料来源，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会有人特别搞一个资料来。这一般是我们记者在写在自己画一个表格的时候才会特别注明资料来源，也很少看到说有什么幕僚放在他那边给他了就说我宁可相信，因为特支费可以运用的那个范围，其实老实讲蛮宽广的啦。我们后来特别被逐罪化之后，事实上有些人，但唯一有个就你不能用在自己身上所以你看他特支费相关的规定里面，事实上它是有就是你婚丧喜庆或者除非你柯文哲就是我跟你讲都不准用那个纸做的碗不准用布的碗联，全部改成字改成这个电子也要花钱嘛。就是这些东西，我相信他也是有一些支出啦所以当陈佩琪千坏万坏，就是讲的全部嘛那他的那个金额大概就来自于他这张纸嘛，说811万，对811万了其实你说陈佩琪在这一段时间所发的这些言论，其实老实讲，我觉得我不会去怪他啦。为什么？你眼中看到的柯文哲，是你想象中的柯文哲那你有看到柯文哲的全部吗？我不知道，最少陈佩琪没有回答谢国梁的200万嘛。因为谢国梁他是明白讲，就是说有给200万这个200万到今天为止，民众党没有一个人还是一个谜，没有人愿意提，他不是谜因为谢国梁都不知道去哪了，不，谢国梁都愿意为了这件事情代替长辈受罚因为谢国梁不知道去哪了，不，谢国梁都愿意为了这件事情代替长辈受罚就谢国梁讲到这样那200万去哪里不见了因为陈佩琪在这个发言里面他真的是很细心的一个人他还特别又强调，就是说他公布了什么10年来夫妻收入的所得，一年700多万，700到600多万，每一年大概500-600万左右，他每一年每一年都如列给你看不止104年732万，735万，对，111年是909万，这他自己写的嘛就说我觉得他这个当然验证出来，就是说柯文哲曾经讲过，我们夫妻都是收入很高我们没有必要装穷那我也老实讲，没有人觉得你要装穷就当你自己出来讲说这个柯文哲平常吃饭只吃5分钟，然后不爱美食。吃东西的原则是吃饱有体力就好他也要吃饭都是吃自助餐衬衫永远那几件然后当这个党主席不坚持不帮自己编列薪水请问这些东西跟沈庆京有什么关系？跟谢国梁有什么关系？他在表达的就是一个人这么清廉自持不爱财，你们现在把他讲成什么钱都要，你们把他讲成金华城里面拿大的拿小的拿什么都拿，像话吗？谢国梁真的太不像话了，怎么可以说你捐了200万不见了？不，我讲的这是一对事实嘛，就是说他讲柯文哲的这个生活习惯他的淡泊，这是你们夫妻的相处之道。对全台湾的人来讲，那不重要。我这不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即使生活这么淡泊，就像当年柯文哲讲的说，理工女不会犯法。很多人也觉得理工女跟犯法这件事情的等号在哪里？就是你要去说服你自己，我真的觉得我不会有意见因为你要自己说服自己嘛。可是你不能奢求，就是用这个东西来说服别人所以你刚刚第一个问题，主持人问说，
那他们到底是有精细的政治操作的盘算啊，还是就是阿贝啊就好算了，我摆烂了啊，我就豁出去了啊，就是消极，我就不管你，我们这个2个月后再战。我也必须讲啊，就如果今天羁押满4个月，那检察官要不要继续收押你？你要咬他吗？柯文哲在第一天所做的那个言论，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讨论过嘛，哦。你说柯文哲是一个对司法完全都不了解的人吗？我们在他第一天检联去他家的时候，他走下那个大门，坚持要跟记者说话。当检察官请他上车的时候，他讲的那一句"你抓我啊"。到后来，民众党去推说他走下楼的那个时间，开始要跟人家算24小时吧。我印象中，对，我们就在说，如果当时检察官好抓他，我跟你讲，那24小时就开始算，没有嘛？因为后来是等到那个他进入到正式侦讯，他要走人的时候，对嘛？你说柯文哲是小白吗？我不知道嘞，我不知道嘞。你说他每一个好像是随口说出的话，但你真的回来看他们每一个到后面对应的每一个的说法，他是有根据的，他是有一个在司法上面，如果真的照他的剧本走，那他可能站得住脚。所以我觉得当天陈佩琪发这些言论啊，我其实是比较好奇啊。就是说，通常你要救夫哦，讲说我们家这个什么BNW 什么，那我就 OK 啦哦，我可以。你有没有坐车？老实讲，你坐计程车，我相信啦哦。如果不喜欢柯文哲，也会讲说没有啊，你有搭过计程车什么？那我觉得我不会去批他这一个。可是我是很好奇，就是说陈佩琪为什么自己要在这个不断的几个发言里面，一直去强调说这是我在11月7号那天被叫去问话所讲的部分内容。还有一个星期4约谈结束，刚5个念对说，他问我要不要列入笔录，那我还跟他说要，然后后面去公布的这些东西，这个跟第一次陈佩琪他去公布说我先生有多少账目啊，那个钱是怎样，请问有什么不同？就陈佩琪现在的身份叫做证人啊，对。证人有一个跟被告最大不一样，我都讲我们台湾司法有时候我也不太懂哦，我们都保护被告，不愿意保护证人，然后所以那个每次笔录一出来，证人谁大名都在上面，然后被告就要康圈俊这样子，好像中间搞个圈这样子哦。可是证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法庭上所讲的那一些话，如果后来是虚伪不实的话，你有伪证罪的问题耶。哪一个证人会公开出来讲说，我告诉大家啊，我现在在法庭上讲的都是这一些话哦。那我不敢讲说他是不是要跟柯文哲串啊？但如果还有其他人对这些东西是有相牵连的，你今天公开去写说，我告诉你，检察官，我跟你讲，笔录上面就是写这些话，你让我会没有办法理解跟接受，就是说。今天刚刚讲好啊，民众党一直在喊说，你看大家侦查不公开啊，你就一直写，对不对？大家就去取笑，去骂那个周刊叫竞检。那陈佩琪这个做法对民众党来讲，反而是可被容许的。所以我不懂啊，就是说你的那个双重标准，双标的也太厉害了吧？不是，民众党会跟你讲说，因为你们先双标啊，你们都不去查那些竞检啊，什么那些，为什么你们现在要来查陈佩琪？你们不查他？我们就不会苛责这一块。如果你们大家愿意查，大家一起来啊！不是啦，如果是这样的话，从今天起，民众党就不要叫，你就不要叫侦查不公开，对不对？记者采访被你骂成这样，你们自己证人什么什么，大家出来写的跟真的，还告诉大家讲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的证词啊。那你从今天开始不要叫啊！当柯文哲被形塑成一个，他其实对钱很厌烦，他不喜欢听到钱，他觉得做事情就好。然后从他的这个市长卸任内，然后发了多少奖金，包含到他的 USB 里面。连党部给了一个叫做赖香伶110万，他要写进，我到今天还是没理解。我也问过赖香伶啊，我说那如果是党给你们钱，干柯文哲什么事啊？为什么是柯文哲要这样？你如果是党那个账册里面记的说，我给赖香伶这个钱，我觉得完全合理啊。当然。一个党主席特别去记，而且那一个账册，他的那一个工作部嘛，因为党的名称叫工作部嘛，就那个工作部里面看起来是很多钱都记载在这上面。那你跟我说，对一个钱很厌烦的人，没事随身携带的档案里面有这么多的细项，就是你出的、你拿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最少他的名目上面是被写进来了。赖香伶那件也很有趣啊，它不是一个假新闻，因为赖香伶被问到的时候，他就承认了，有啊，我真的有收到钱啊，看起来金额也都相符啊，所以我觉得到现在啊，你说柯文哲打的这个算盘，我还是这样认为啦
就说不抗告的这件事情，对柯文哲现阶段是比较合理的。OK， 除了刚刚主持人讲说，他反正因为前面大家都被全部都被驳，可是程序上面不会只有驳回的这件事嘛？因为程序上面是高院嘛，对啊，因为他跟高院要不发回，要不就驳回。那高院还是要再检视一下所有的东西嘛。当然，那再换一组法官认为说你就是该被压，这对柯文哲来讲，你说更伤，不是单纯驳不驳回的问题啊。即使高院，因为老实讲啊，即使高院觉得好吧，我就给你个面子或者什么，我再发回来，你到了地院，那再一次又换3个，又给你认定说这个，你今天柯文哲要不要担心啊？光一个那个地方法院为了要去扣押金华城这个土地，然后上面不过就引述了那个地方法院裁定可以扣押的理由。哇，民众党哇，你看啊，你们又拿出来又干嘛的？如果今天柯文哲面对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再去考虑陈佩琪写的那个叫做抗告2个字啊，他没有办法再去考虑民众党说抗告啊。他接下来要守的，我其实觉得他的底线已经退到最后一步了啊，高一审嘛，大家到法院上面去，就是已经放弃地检署这个啊，对，反正你一定会起诉我，就看你有本事起诉我什么罪名，你能够拿得出什么样一些证据，那我就跟你打一审，OK， 看怎么样。那慧珍是，所以呢，财经专家好，你看好，清华他去爬书，他说这些资料应该是前面就先准备好要留下来的，为什么要留这样一些资料？刚刚任局长，我知道网络上面有很多人在讨论，都在讲说，对，证人把这个大拉拉的摆在这个里头，适合吗？我刚刚讲，可是民众党一定会跟你讲说，你们大家从来都不在乎侦查不公开，现在你们在乎他侦查不公开了吗？公平吗？他也会这样讲，只是这些会不会真的有？就是因为刚刚任局长讲过，他特别强调，对，这是我在北检这个几号的部分内容。那这里面真的会因此会产生一些让人家有所谓的隔空串证的疑虑吗？我觉得会耶，因为其实我本人有去当过证人，然后我当过证人，他大部分就说那你没有问题啊，你就签嘛哈，那这个也就你知道就侦查中的案件嘛，那也不需要特别去，所以这个是共识吧。我觉得他夸张的是在于你写就算了，他还怕你不知道，我11月7号就讲这样，这个是很明显的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你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隔空串证的用意，可是很显然你已经让全台湾的人都知道，你11月7号跟检察官的讲的内容就是有关于这个部分。那因为现在我们的法律是说，你只要一旦被见诸于媒体报道之后，他就已经不是，就是他的律师在接见的时候，自然就可以把这个讯息 pass 给柯文哲。那柯文哲他这一次没有不抗告，我如果是柯文哲，我也不会抗告，因为反正。我现在是跟你赌嘛，我就用这2个理由，用时间来跟你换取嘛，换取什么？换取社会的一个看法。现在大家都认为，绝大多数人认为我是有问题的。那好，我就形塑出一个，我不跟你抗告，我就看你怎么办。那你要我约谈我就去，你侦讯我就去，那我就看你到最后2个月之后，你写出来的判决书里面，你有没有写出更多其他的东西？如果都没有，他可能会讲一句话。我这4个月以来，我放弃一些在法律上我可以寻求的一些权利，像抗告。对，那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我是配合检方来这个办案，结果你4个月来，你连资金流向都没查出来。我觉得他如果把这个东西讲，那以我们的角度讲，我们讲当然有啊，210万啊，1500万啊，还有4.7亿啊，问题是钱呢？这个东西跟陈佩琪这个部分是连结的。为什么要讲到陈佩琪？我们都知道，现在整个案子其实你要串起来，这是看起来是5大案，但事实上它有时空背景的不同。就是说，金华城案是跟这个部分是有相关，就是说你可能是用假捐款然后真行贿。就是说，金华城案是跟这个部分是有相关，就是说你可能是用假捐款然后真行贿。那在选举的一大堆莫名其妙不知哪里来的弄假人头来捐款的这个部分，可能也是假捐款真行贿。对，我们先就这一节。对，不是有人讲说，有谁会去把汇款弄到政府查得到的账户里头？有谁会去这样干？没有，为什么要把那个要汇款，然后把它汇到这？那这不可能会有人这样干啊。你不会去那里，我问你几千万几亿，你要怎么拿出来自己用？他就是把
把它汇到，它现在就变成是用化整为零。现在财团都用这样啦。我之前有讲过嘛，不是也有一个在选2018年在选的时候就被时代力量踢爆，对，就是你们新北的，就是说有一个财团也是啊，他就是也是51个哦，10个人，51个人每个10万，然后也是2次，然后总共1000多万，然后就后来就说原来那个财团在那个时间点他们要争取一个新北的开发案，他也是用化整为零啊。现在很多都用化整为零啊，那化整为零之后，有的人是说因为我怕麻烦，我怕又被到时候我又变成是什么挺绿的，又变台独财团，就像徐旭东一样，所以像很多人会化整为零，只是化整为零的情况之下是有没有所谓的对价关系？那所以他要把这个钱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弄到了靳总。那到了靳总之后，他就是个大水库。靳总再用假交易的方式弄到了木可嘛？不然为什么你明明你为什么下个汇几千万给木可干嘛？木可根本什么事都没做，然后结果你还从里面又弄了一个400多万什么肖像权的费用，然后又给了，所以他现在是从头到尾这是一个钱汇到这边去，然后这边的钱到了木可之后。但最后的流向去哪里？大家在怀疑是不是要留？因为现在就变成这一段没有，可是我们只看到什么？看到陈佩琪像暴发户一样，5月10号买了4300万，用现金买了房子，6月、7月持续看1.2亿、2.7亿，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这个钱是不是到最后等于是回到你这里？不然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现金做这件事？陈佩琪现在用这样的方法在告诉你什么？我自己的喝呀哦，我跟你讲，只要柯文哲没有说对。我的汇款金额流到陈佩琪那边去，谁能证明这一段？你很难去证明啊。所以陈佩琪先把你夯不啷当弄了一个6400万，说我们家过去这么多年来就赚了6400万。那我买房子的4300万，我之前也讲过了，是一个那个选举补助款的7000多万，所以6400万再加上7000多万，总共有1.3、1.4亿。那我1.3、1.4亿扣掉那个4300万之后，我大概也剩了快1亿啊。那我1亿我去看1.2亿的房子啊，我用那个6成的一个花6000多万弄去，我还是有钱啊。他现在意思就是说，我真要做这些事，我因为我自己本身的钱都够，所以我的账跟柯文哲没有关系。我觉得他是在进行这样一个切割。可是像我看我就觉得领导那边讲崩哦，对啊，领导那边开紧哦，你给他打成那边开紧哦，对不对？而且你还有3个小孩，所以这让人家觉得就不合理。会不会就是只有我们在节目上面会想办法厘清所有的一些，包括我会跟大家讲说有政治献金案、有金华城案、有什么案，但这些金流会不会这之间会有互相的影响？可是这是好几个案。那你刚才也会包括这里面跟大家讲说，那个特支费好叫特别费啊，特支费啊，那个是不能拿来用在自己身上的，那个总额有多少？我跟你说，可是他们讲这些某种程度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用意，就是我就讲给支持者听啊，对，我的支持者只要听到就是有这么多钱呢，你们大家为什么要质疑他拿钱呢？这些钱还多到够春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觉得他是某种程度，你们根本就是吹毛求疵嘛。对，然后现在就变成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有这么多钱啊，我也没有，我现在花的钱也没有额外超过啊。对不对啊？你一直告诉我说我的不明财产有700万，因为8月份的时候，其实说查到有一个不明财产700万这个部分，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现在讲来讲去都是有一个600-700万的数字。陈佩琪 ATM 领钱存钱存了多少？也是619万。我跟你讲，他很厉害哦。他说：“你们说60次存了619万，听起来很多啊！我如果是10年之内存的话，那我这样1年才存6万。后来直接被人家那个进一步爆料，就说不是，它是2个时间点，一个是2020年3月份，一个是就是那个什么就他密集的是在那2个时间点而已。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一直在想办法解释那700万的东西，突然冒出一个特支费，是不是因为你看1440扣掉810，剩下也是600多万，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在想办法兜这个600多万的一个数字？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前面的我觉得已经蛮明确了，包括200亿跟1500，但是后面的资金的这个部分，到最后有没有流到陈佩琪？最重要一件事情是陈佩琪有没有在流向他的子女？我觉得他是要把洗钱这一段设下一个断点。OK， 就问安的代志这些讨钱和我让某想怎样，后面这个部分就没有。如果要是刚才慧珍讲到这一段，范老师，我不知道。他要发这个以前，因为现在他是个证人，那证人理论上是在应讯的时候是没有律师可以陪同，可是他有
找过律师事务所，而且是很有名的律师事务所，跟包括洗钱防治啊，所有这些是非常专精的事务所。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问过他们说，如果要问的话，我猜庆前大律师他们一定会觉得你要发这个要干嘛？对，因为这些刚才讲到所有这些跟你，我不知道你要弄这些弄完了以后，它只会变成更多的疑问啊。不说别的，光一个把特支费拿出来讲，他是要还是他印象中以前马英九有一个大水库理论，对，是不是讲说只要把这个都弄出来，就会有一个大水库，就可以用？会不会？我不知道，因为我完全没办法理解。如果我的当事人拿这个东西问我，你可以想象得出来那个答案。这有什么关系？对，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可是他就夫这个不用讨论，一定是。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是有正式研究之后？你对柯文哲也有研究，你对你说你在节目讲过柯文哲。他很崇拜像毛泽东啦，或者所有这些，这些跟柯文哲现在走的战略会有任何关系吗？其实我在想说，陈佩琪是不是嫌我们争论节目没有题材可以讨论故意在礼拜六、礼拜天写了这东西出来。但我实在搞不懂他们目的是什么。因为上礼拜四他不是被约谈嘛，谈了3个半小时。他出来的时候，因为媒体都采访他，他一句话都不讲。对，然后进入到那个车子里面，就拿那个衣服遮住那个媒体。其实他过去看到媒体是侃侃而谈的。那我想说，他应该是要趋于低调嘛。我们说一般任何的证人基本上也不太喜欢抛头露面。那加上他又是这个，他先生柯文哲又被羁押，他等于是相关的直系亲属嘛，应该是尽量不讲话。你配偶对，要配偶，你也没看过彭正生的太太出来发什么脸书啊？没有，大家都尽量。不要引起媒体的关注，当然，这是最正常的情况。那陈佩琪很奇怪，反其道而行呢。然后低调了2天，这2天又忽然在脸书上又抛这些东西，而且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制造了很多大家可以先去讨论的新的话题嘛。刚刚讲过，他说柯文哲拿了700万到800万的这个所谓特支费啊，那我们刚刚讲过，其实叫特别费啦，来当过这个所谓的绩优团体及个人奖金。那我不需要讲哦。有60个人拿到这个奖金哦，请问是谁？今天有拿到的人应该赶快出来帮柯 P 澄清嘛，说我有拿到嘛，对不对？是橘子吗？是陈志涵吗？所以是蔡壁如吗？因为这最可能是我们说会给，应该不可能给什么一般的公务员吧，或者是警卫吧，不会，这应该是给他办公室的嘛。因为你们很辛苦，你们没有加班费，在我表达对你们的补助嘛。好，那谁拿到了？好，出来讲啊。所以我就搞不懂陈佩琪的目的是什么嘛？你是在帮柯文哲，还是在提油救火？对不对？然后最后还要想一个什么 BNW 啊，讲了还要讲那些梗啊，然后还说我们这个分期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永不散。我觉得这个时候还在放闪啊，这有点肉麻当有趣，我觉得没有必要吧，对不对？还在那边我不晓得这个都什么时候了，对不对？还在搞这个男女私情啊，儿女情长的，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不过我觉得柯文哲今天不抗告，他不抗告，对，我们知道他是上礼拜5，然后陈佩琪在他被羁押啊，这个严押，对。陈佩琪在脸书上写了2个大字，抗告，对不对？黑底白字，哇，想得非常的这个义愤填膺呢。为什么今天不抗告？我当然刚才这个小武哥讲的很有道理，就是因为其他几个人有提出抗告都没准，他也不希望也不就想没希望了嘛，没希望，干脆不如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烈士，我这一个无言的抗议，对不对？很悲壮，我放弃我的抗告权。更证明我是一个政治犯，是一个良心犯。这让我想起来，就是当初施明德1979年美丽岛事件，当时候被关到这个大牢里面，判无期徒刑，对不对？后来李登辉1990年这个担任总统的时候，他要特赦施明德，施明德把那个特赦书撕掉。我说我就是判决，后来是什么？判决无效。把他释放出来，他做了25年的政治，因为特赦的意思是我有罪，对，只是你用总统的权限，对，让我能够免除这个，对，我要的不是这个，对，我要的是真真正正的无罪，对，所以今天柯文哲就是让小草们看嘛，对不对？我放弃我的抗告，我就是表示我是一个我是政治犯，我就是跟欧山书记一样，我跟曼德拉一样，我跟刘晓波一样，我是同样这个 label，所以我觉得他就在塑造这种氛围，然后让大家去去就是小草们感动嘛。阿伯好可怜呐，阿伯啊怎么可以自己放弃自己的权利啊等等。今天陈佩琪写这些东西也是一样啊，都是在塑造跟小草之间。我觉得他不是在
写给大家看。对，他不是在说之以理，他还在动之以情嘛。说怎么柯文哲不爱吃美食啦，吃东西吃很快啦，当医生的时候吃台大自助餐，这个跟他有没有贪污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那刚小五哥说柯文哲最崇拜谁？毛泽东。毛泽东，你有看过他这辈子有穿过一次西装，打过一次领带吗？没有，全部都穿毛装，穿一双布鞋。可是呢，搞清楚，毛泽东是中国这个版税最高的作家。他的毛语录、毛选集51本，50亿，还有世界各国语言呢。据后来算他的稿费啊，大概有13121万元人民币。当时一个中国工人一个月工资是20块人民币，他那个是天文数字，而且没有人敢抄袭啊，也没有人敢 copy 啊，所以他是全中国人民每个都要有一个红宝书，每个人都要有读毛语录嘛，所以毛泽东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最大富豪。所以毛泽东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最大富豪。可是你看起来他就是那么平实。袜子还要缝补过，布鞋还破个洞，就是毛泽东嘛。所以我真的觉得柯文哲真的，他其实他就是学毛泽东这一套啊。表面上给他阿伯，我都是穿的都是破衬衫，都是高腰裤，对不对？穿的都是坐这个经济飞机，坐经济舱，坐公车上下班，他就是要形塑这样的形象。可是我真的必须要讲，从检方的裁定书，就是他这个第一次被这个羁押的这个裁定，9月5号裁定书里面讲了什么样？他说柯文哲从手机截图他自己掌握的账户彼此的金流，掌握及支配巨细靡遗，环环相扣，写的精明干练。这个是谁写的？这个是法官写的哦。法官是说怎么柯文哲你不要这么装喽，你是环环相扣，说你什么精明干练。你是懂的，而且你还想要去把你的对话记录给删除，你有灭证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上礼拜5所公开的这个裁定书 ，OK， 我觉得法官已经有先见之明了，不要再演了。而且我们看到他上面还说，你要故意拒绝到庭啊，而且呢说把自己拒绝出庭，还把自己形塑成政治犯、良心犯。我觉得今天陈佩琪还在这边发文，会让法官对柯文哲印象更加的不好。OK， 法官应该是站在本来是应该是比较超然客观的，当然，因为他现在已经觉得你柯文哲都在欺骗，所以我觉得陈佩琪这样讲，因为是这样发文，我觉得对柯文哲是更加的不利。OK， 现在讨论就是说，陈佩琪发这几篇文会不会反而开了另外新的战场？对，刚刚范老师讲了特别费啊，有没有可能什么回捐啊，还是说什么公款私用啊？不是无的放矢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各级机关特别费支用规定，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讲2点哦。第一点，使用的范围的第2项，本机关跟所属机关犒赏、慰问及参叙等支出，所以本来就是用在同仁身上，是他的其中一个重要项目。所以我再次强调，柯文哲拿特别费拿来给同仁，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都这样的，都是这样。特别费你来放自己口袋，像范老师刚才讲那种情形，就是贪污。特别费不能这样用。可是为什么我讲不是无的放矢？首先第一个，陈佩琪我们看得出来，他至少有1200到1400万的特别费，可是他却说他只有800万的支出，那其他几百万到哪里？这个是他挖了一个坑，未来大家会问他嘛。第二个是因为我们特别费相关规范哦，这个 bug 现在反而可以讲给大家听，就是说报支的手续啊，特别费的支用啊，正常来讲要所谓的收据。可是，如果因情形特殊不能取得者，只要经手人开一个证明单给主管核章就可以请款。所以我举一个情形哦，如果柯文哲自己是经手人，他给他的给橘子给蔡壁如给任何人啊，我没有领据啊，我自己签章，那个钱就可以支出，没有任何检核的规定。而在会计师那边也只会写说，由柯市长支用给同仁2万元。所以这个情形反而有可能陈佩琪不讲还好，讲了可能又多一个未爆弹。OK， 因为这几天，然后包括将军，今天还有另外一则，黄珊在上礼拜应讯以后，今天再度2次应讯。是，那当然一样，因为本身身为律师嘛，所以包括上次应讯完，包括这一次要去应讯，你问他什么他也不会答，他就讲侦查不公开了或什么。所以我也不知道，如果他看到陈佩琪发的这个东西，他会怎么样？虽然他有陪陈佩琪去咨询过法律界相关的意见，可是看到这个。应该都会很头痛吧？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去出现像这样的东西？
大家太残忍了哈！我跟你讲，黄珊珊这是标准的证人。你出庭作证哈，你应该是表示这个态度。今天检调要求我以证人身份配合，我对于检联所问的内容侦查不公开，恕我无法转述。希望检联尽快厘清事实，这是标准的证人的态度。除了陈佩琪以外，几乎都一致。你看，不管是这前传的证人20-30个了，已经2-3个班了，不都是一样？都是这样，只有陈佩琪不一样。黄珊写这段刚好跟陈佩琪这段是2个对比，哇，那是180度不同的方向。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第一个，黄珊珊跟这件事情她是有关系、有利害关系的。为什么？她是副市长，她至少参加过3到4次的便当会，所以说她所讲的事情可能跟案情有直接的关系。她当然什么都不能说，就算知道也不能说，这叫证人。那我要告诉大家哦，陈佩琪在台北市政府有什么角色？没有角色。对啊，陈佩琪在这个金华城还有政治千金案，他有什么角色？他没有角色，他纯粹就是一个柯文哲的太太。所以我还觉得陈佩琪还算蛮有道德的啦，因为这一次这件事情，至少北检跟这个廉政署不需要去查内鬼。谁泄的密？陈佩琪说不用查了，老娘说的。他直接一肩扛嘞，都是我讲的，不是因为他写在脸书上。对，他直接扛了，你们不用去调查，像《镜周刊》还要去查是谁泄了密。我陈佩琪这个好女做事好女当，就是我说的，这就是我当天跟检察官讲的大致内容。有尬死但是这个有尬死表示什么？表示她是柯文哲的妻子。但是柯文哲脑子里想什么，手上做了什么，陈佩琪不是全然了解。我就以这个首长的特别费来说。首长特别费，刚刚冠廷讲得很清楚，有50%是不需要付领据的。这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我跟冠廷我们都有过特别费。有些时候，有些家属已经很悲伤了，你拿了2万块去犒赏这等于算是慰劳抚恤，抚恤完之后，那个任俊去找他签名，签一下，这怎么签嘛？人家已经哭得柔肠寸断了，对不对？失去了挚爱，你去慰问他2万块钱，市长给2万块。谢谢市长，我还是很难过，拜托还我公道。好，离开之后，任俊说，你签一下名，刚才市长给你的钱，你签一下，这签不下去嘛，所以才会有这样。就是有一半，但不是说完全一半，就是你要交代的过去，就是有这一半是没有办法拿到领据。可是呢，我的行政官或是我的机要去申请了，然后柯市长签名就可以。潜规则，一半不用领据是潜规则。对，潜规则就是为了要避免刚才我讲的那种状况。那另外的50%就是要用有收据的，例如说我今天发给谁，谁就要签收，表示我收到了。为什么？这个会纳入他的所得，那叫奖金对他来讲，对我来讲都特别费，对收的人叫奖金，他要收，他会纳入他的所得。所以这些状况以前有没有办过人？有，就是有一些主官他好意，我可能某些地方要修缮，我没有钱了。那你这个单位5个主官嘛，一人签个5000块，签下来这个钱就给你修缮，这犯法光是军中从小小的上尉连长办到中将司令都办过那你说这是不是好意？好意啊，因为我的屋顶坏了嘛，要10万块钱，没有这么多，来把单位的所有的官兵集合下来，签一下。有一个官兵不爽就不告你，告你就办。OK， 所以我说柯文哲这个特别费，你真的要摊出来吗？摊出来不是要不要摊出来，是陈佩琪摊出来的。对，就因为大家也不知道谁会想到这一段嘛，这个过程大家弄了半天，而且这个费用平常心讲，这些跟大家讲金华城是这些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事，没有关系。那当陈佩琪为了要自清，告诉你说阿北有多冤枉，他把钱都列出来，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家的总金额，他不是列了10年吗？对，大概我算一算，可能多少6000多万，6400多万，那有6000多万。他还有800万左右的叫做特支费，他都给了员工当绩效奖金，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钱，你们干嘛要把柯文哲形塑成什么钱都拿？他是要去好了叫大水库啊，你不管要用什么，但是就是陈佩琪一直不知江湖险恶，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出来以后，譬如他说他们家没买车，438猫就会跑去说，那你们家有没有长期租车？然后你说你们家没买车，我忘了这谁，因为很多人讲，也有人讲说，可是你有去买那个4300万的房子，你有去看一点，你知道，他不是江湖险，他不知道这些事都会被大家拿出来，为什么？因为当你拿出来以后，你不拿，
那检方要办，他去办的案子，大家看到每个礼拜二有没有周刊的一些资料，大家可以讨论。你把这个丢出来以后，那江湖就一定会因此跟着走啦。他想退出江湖，可是他不知道他活在江湖里面，他永远退不出去。我讲哈，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黄珊珊要想办法请假，在陈佩琪之后再去接受检调的询问，因为他永远不知道陈佩琪会讲什么，你知道吗？难道黄珊珊知道陈佩琪手上有这张从这个柯文哲当市长到离开市长前面所有特别费发给同仁的明细的这个收据吗？我当了这么久的主官，我没有拿过我没有，我要离职的时候，那个主计组长来一下，我这2、3年之内我发给弟兄多少钱，你列个清单给我。不会吧？冠廷离开主官职的时候有叫他的，他刚才讲他什么都，他现在不会吧？不会吧？而且这张单你看了，它是有折痕的，对啊，它是有折痕，表示有人收了放口袋的。那如果说要来当证据，一定把它压得好好，放在这个牌位旁边。对，里面准备随时要用。他这塞在口袋里。好，既然是塞的，检调到柯文哲家大搜索的时候，这张怎么会漏掉？这张怎么会漏掉？检调要收的是跟钱有关，这样就是跟钱有关，怎么会不收？收了没用，拿的也好嘛，反正又不值钱。那为什么会漏掉？漏掉还被陈佩琪找到，找到之后还把它剖出来，所以我才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陈佩琪为什么会这样做？相信自己的先生什么都不犯法，不需要套招。我抓到了，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就剖了。这个是一个好的太太。可是这跟您刚刚讲跟黄珊有什么关系？跟他们的应讯的前后，因为他们不管前后怎么应讯，你除非要认为说他们会不会有沟通的管道。可是我觉得以黄珊，因为他刚才你也看到，他刚才自己都讲说，那完全他没有办法转述，所以。因为岳山本身是大律师，所以他一定也知道，他不会，就算你陈佩琪问了什么，我在后面问，我不可能去问你说，佩姐，那天问了些，不可能啊，对，不可能，对啊，对，但是他可以陪着陈佩琪去找一些律师去做咨询，我陪着你去，那是在问之前，那问之前回来之后呢，他大概就知道你跟律师讲了什么东西，你不会脱稿，演出太多东西。像今天就昨天他这2篇脸书，我认为应该是脱稿，应该是脱稿。大家不要太苛责陈佩琪小姐，为什么你知道吗？她不是个法律人，她也不是个政治人物，她在这2个多月内，她内心的压力有多大？她没有人能讲她没有人讲那怎么办呢？那实在那个临界点到了，就把手上所有的证据剖一个剖出来。我告诉你，从104年到111年这9年，他所列出的所得，其实没有人怀疑他们2个赚钱能力。当然，一个医师，一个市长，怎么会赚不到这么多钱？赚得到。甚至有人说，为什么111年那一年是909万？我的了解了，那年2020年 COVID-19，陈佩琪是医师，他会拿到了更多的加级，OK，因为那一年医师有很多的补助，也许是这样，因为柯文哲不会多嘛，只有陈佩琪会多，所以说那一年909万，他也一定解释了出来，但是出了一个问题，你弄出了这6400万合理的收入，没有人在问你的合理收入，你赚6400万，我佩服你而已啦，我们问的是你6400万跟你的生活上能不能打平？甚至你生活上的这些这个支出会不会超过6400万？因为柯文哲是有3个孩子，这3个孩子都还没有工作，在国外念书，他每年的支出有没有超过你所说的每年的700万、600万？如果超过，光是孩子念书就超过了，那你还还的贷款呢？你还有生活支出，应该说减掉生活支出以后，因为大家所谓的存钱应该是收入减掉支出，剩余还有剩余才能够拿去存，剩余才能所有的收入都能够拿来算成这个样。你6400万是剩余讲的，不是不吃不喝，小孩读书都不要钱。对，所以说不是说你从你大学毕业开始赚钱，一直赚到现在就是你总收入，不是，你要扣掉你的支出。所以这一点陈佩琪他没有想那么多。OK， 我先丢出来告诉你，我是有钱人，我们不会买不起。其实他少算了很多大家不要忘了，2015年、104年。他选市长，他拿了2500多万的这个选举补助款。他在2018年、107年，他拿了1740万的选举补助款，2次市长。这些钱虽然不用课税，可是还是纳入你的所得啊。因为什么？你可以拿去还，这是你自由运用嘛？那是不是你的所得？当然是。所以104跟107，他这2笔就漏掉了。所以佩琪姐姐不要太看不起从事政治的柯文哲。他光是一次选举2500万就胜过了你们2年的收入。可是你看，陈佩琪在这里头所讲的这些的东西，我觉得他的重点要
要充分表达的，如果是在政治上面的话，就是你们干嘛把柯文哲讲成这个样？就是他大钱也要，小钱也要，然后无所不贪的这样子。他要抗议，他不服的原因，他一定要大声的讲这一段。只是他详细罗列出来那些是把大家吓得跌破了眼镜，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将军刚提到有一点，如果你没有当过被告，或是家人当被告，或是你可能因此自己是像陈佩琪现在自己是证人，会不会转被告不知道。那个压力到底有多大？如果观众朋友你没有当过者，当然最好不要。你真的不知道压力有多大。而且如果你去，我不知道他去咨询所有人的时候，那律师会不会提醒他一些东西？照理来说，你现在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去谈论太多的这样一些的东西，甚或包括你的电话、手机，是不是都有可能是在监听当中？各位，你知道你那时候突然发现你的人生，手机也不能用了。因为拿起来只能问，请问一下，今天那个豆腐1块多少钱？你只能够去讲这样的事，你不能去跟任何人。人总是有很多时候，我就算不是要去泄密，不是要去串供，我总有些心事想讲吧，抒发一下。我跟谁讲？你现在突然发现，好像谁我都不能讲，你知道吗？我们每次碰到当事人的时候，我也这一段我帮不了，我只能告诉你，你可能面临到的一些在法律上跟所有那些东西，所以我才会说每个当事人，我都会说你神经要够大条 ，OK。对，确实那个压力真的非常大。只是抛出这些东西以后，那个压力可能更大，你知道吗？那因为他被约谈完了以后，他突然间豁出去了，就是说我都该讲都讲了，反正就这样了，我就说吧。因为想管住陈佩琪，连柯文哲都管不住，你认为别人管得住吗？他该讲就讲。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黄珊珊要比陈佩琪后面去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陈佩琪会脱稿演出什么。那你讲出什么之后，我看看，这跟我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小心回答。所以陈佩琪太失控了。柯文哲讲过，有2个人他管不住，一个他妈，一个他太太，这2个他是管不住的。即使柯文哲在土城看守所，他也不知道太太会讲什么。柯文哲讲过，有2个人他管不住，一个他妈，一个他太太，这2个他是管不住的。即使柯文哲在土城看守所，他也不知道太太会讲什么。可是好，当然了，因为陈佩琪是礼拜4去约谈，黄珊珊是礼拜5。那陈佩琪发的这些文章是在礼拜6跟礼拜天大概连续发，可是为什么从柯文哲不抗告决定不抗告，陈佩琪发这些会在国内政坛又引起大家这么多一些讨论，就是因为这个案子，我刚刚讲，检方大概只剩下7个礼拜左右的时间，那你到底能够办到什么一些东西？民众党已经直接呛了嘛，就讲说，那好，就给你压好压满，没有证据就给我放人。就是冠廷刚刚讲的4个月满，好不好？要起诉请便，对啊，但人给我放出来。但思刚，最近这一波大家关心的热度又被炒起来，是因为那个裁定书，那个裁定书，那个裁定书写得太完整，甚或好就开始出现了，那个是不是地检的？那是不是地院的？你是法盲，你是理盲，你是文盲，你是什么盲？全部都来了，大家都搞这样，然后蒋万安就出来，根本一开始蒋万安觉得一开始就不该给。他这个简述培跟着松山地震拿的。那公务员啊，基本上看这些东西要不要给，就是看这是不是密件，有没有密件嘛？对，他没有写密码，没有写密码就给了，写密码就给了嘛。让议员来，我说我不给，你会定死我，对不对？他没有密件，他没有理由不给。是，对，是，就说公务员他很为难的地方在这嘛，而且。就说这些东西，如果说你透过另外管道，搞不好法院或者等等，也有可能可以拿得到，有可能拿到。所以我觉得公务员在判断这些标准的时候，比如说之前我们也跟他去索取相关什么台赤光啦等等，那很简单，如果这些文件已经被了这个检调、检联查扣了之后，他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呢，检方的叮嘱不能给，这样大家就知道，公务员知道这个你要给的标准在哪里。第二个呢，如果列为密件。基本上不能给当然那过去有出现一个情况，好像某一个招标案列为密件的时候，它可以让你开放，比如说礼拜3中午12点到2点开放议员到议长室来看但是不能抄录不能抄录，只能看用背的。这时候就看谁的记性好，对，记忆王就可以默写默背出来但一般就这样看一看 ，OK， 那就 OK。所以基本上你就公务员他的判别标准就是这样
啊，除非说他的那你也很难说。那蒋万安为什么要出来讲说不该给，也不该公开？对了，因为公务员就像你刚刚讲，太为难了，太为难了。就蒋万安可能就是他是念法律，跟从法律上的观点来看的，因为说这些东西，你说如果给出去，就会造成双方解释诠释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民众党的议员，他也是议员，你可以要求你给了简书培，要给我民众党。所以黄现在不用给啊，因为大家都拥有到，对啊，所以就很可惜啊，他就没有这个制敌之先呐。对啊，如果知道说已经到了松山的地震的话，就赶快第一时间去要，第一时间要。所以 anyway，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双方，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裁定书里面。写的太直接了，你知道吗？直接太直接，所以有的人批判说，那个法官你写的内容，或者你要直接写，就说他犯了什么什么情况，可能嫌疑怎样，那你不应该做很多的形容词，说他什么态度啊，什么过去李登辉、马英九、陈水扁态度对法院都很拘谨恭敬，然后呢，他对法院呢非常的张狂。我就想这些，我觉得就是多了啊，就是多了，所以就会把它做文章。Anyway， 就。不管是什么，你认为是检方也好，或院方也好，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柯文哲在这部分就很难逃被起诉了。其实这样很起诉，因为那检方的态度很明确。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题外话啦，就民众党的这些朋友们，可能也要思考一下，你在这透露的讯息基本上是不妙，是不妙的讯息。然后如果说你再去做这些无意义的发表脸书的话，其实对整个案情来说，我觉得反而雪上加霜，反而更多人去黑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不能说陈佩琪不受控，因为这已经是非常时期了。你基本上是要有一个战情室，要有一个战情中心去管控你的发言、家人的发言、党的发言、民代的发言，你要整个方向怎么走，而不是说现在拿到这些东西之后，大家变成都是自走炮。那有的是比较明哲保身，有的是比较冲，就所以彼此间的讯息。我觉得观察一下，他过去2个月来，很多的讯息彼此间也在冲突的，也在冲突。这个对于柯文哲、对于民众党来说都不是好事。因为刚刚如果讲的话，是不是就尤其最主要被大家关注的几个人，譬如像不管陈佩琪啊、蔡壁如啦，或所有这些人，这点绝对不违法。就算大家沟通打电话讲说，各位如果有什么要发言，大家可不可以先照会一下，至少不要涉及到案情的部分，不要涉及到什么，那是不是大家能够谨守这部分？讲这个。就算被监听也无所谓，他不会影响到监。可是总好过突然崩的一个，有人讲完一个以后，大家讲，真的有800万的推迟费吗？还是1400万？很多。可是观点是蒋万安讲就是不该公开嘛。不是啊，蒋万安你不要怕啦，蒋万安就是被民众党那几个议员吓到了嘛，你怕什么？背后有张思甘志愿挺你啊，不是啊，蒋万安一定惊醒，我说大人大警。蒋万安为什么被吓到？因为他就怕被民众党的议员弄嘛，又去搞一个什么侦查不公开，违反侦查不公开，弄来弄去。可是没有这件事情，先这样，我先讲简书培角色。台北市议员任何民意代表要资料，天经地义。你什么状况不能给？密件不能给。当然。这个案子来流程如下，我们不要再讨论谁是法盲，我们把流程讲清楚。因为这个案子金华城土地被扣押了，是被扣押了。北检已经成功的跟法院申请到扣押的裁定了，所以北检发文给台北市政府，我不管是什么地震局的什么单位，总之就发给台北市政府嘛。它是那个松山地震所反正就是它的某一个单位嘛，松山地震所发给他说，对，要扣押了。扣押上面要不要附附件？要附附件，附件就是北院的裁定书。请问以上讲到目前为止，哪一件事情违反侦查不公开？我第一次听到法院裁定书叫有违反侦查不公开，我哪管你法官写的多 juicy， 你都已经把它扣押了，这个资讯有多少人会知道？执行的公务人员知道，发给你的单位被扣押的人知道，两边的律师都知道，所有的过程要检视监督这件事情的都可以知道。中华民国侦查不公开已经无限上纲到连法院的裁定都要违反侦查不公开，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多人都没肩膀啊。第一个没肩膀是拍子也要讲一下，蒋万安就硬一点，同仁给没错啊，然后结果后来你看到这会不会让觉得很做贼心虚？就是一开始给了，因为他们相关的所知系统都有在上网嘛，我们新北也有。然后呢，简书培突然发现，怎么11月7号的下午7点半？这个时间是你下班时间，偷偷的这些公务员跑去这个所知系统上面改说啊，这个资料啊涉及到刑事侦查，不予提供。把10月7号的所知跟11月7号的所知回去系统改成说不予提供。不是、你们都给了、你们已经给了。
你那这干嘛？不是更麻烦吗？对你改了这个更麻烦，你改了是什么意思？这公务员说蛮可爱，不是对，就是你不会因为改了这个之后，因为已经出去了，对，因为你改了以后，人家手上拿的东西唰。就突然之间不见了，就变密件了，不是这样啊？这样反而会在干嘛？这样反而会形成一种特权，对，因为它涉及到柯文哲，对，因为他人非常重要，因为他案件有民众党在看，所以他不能公开。那我们其他老百姓都可以嘻嘻也吼，这很过分哎！我听到这个我就突然火起来，所以你给1分之后就通通都给，就不要去改它，因为反正都知道，已经给了嘛，对，我就依法行事嘛。那法规就是它不是密件，本来就可以给就要给啊。原本是当时地检署北检，我说真的，这我也要讲一下，北检跟北院也要担当一点。北检当时发公文要求是你要求扣的，是你要压的。你发给那个松山地震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讲这密件？没有啊。我说真的，我最后我帮你台北市讲，台北市因为我以前在政府单位，他们一定最后这样啊，我们法制单位有跟地检署沟通过，他们觉得这东西尽量不要沟通，所以我们要配合。最后一定是这样讲。明天如果继续这一题烧，讲话一定变这样讲，法制局长要出来讲，不是啦啊，北检你也有担当一点，你就跟北检，你就跟台北市政府讲，这可以给啊，因为。你发给台北市政府的公文就没有密件，就没有，这是两回事，两个都，它不是密件，对，你要不要公布是你家的事，那依法你就应该要公布嘛，什么我要叫你吃饭才会吃饭，然后就公呗，就是政府机关你应该要怎么做事就怎么做事。现在所有问题点是蒋万安不想在这件事情里面变成好像得罪白银啊，对，不是得罪白银，就是。他就是不想要，对，就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我跟着其他人在，我跟着绿营的这些人，然后让柯文哲觉得要再被羞辱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蒋万安就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就好了，这样嘛，就。如果说你如果说要刻意，不是我也不想说刻意啦，就说你要去多想一份说民众党如何，其实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因为他们因为民众党在这个议事场合，比如说最近大军的事情，他是猛攻蒋市府啊，说他这个漏水等等，就也不会放过你，所以我觉得蒋万安就是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就好了，而且像这种事情，其实基本上不需要烦劳市长操心。人家先补一下来。所以我讲实话，我觉得蒋万安去讲那个就是说不要给就好这件事，超乎我的想象之外。你就依法办事嘛，除非你说以后议员所知的东西都不要给，要经过我市长同意，否则他在所知的这件事情到底犯错在哪里？我不理解。就是蒋万安一直告诉大家讲说他就是依法嘛。好，所以说我真的很好奇，就是说，如果你要向他对柯文哲表达善意，或对民众党表达善意，不应该用这个方法，因为你灼伤了其实所有议员在议会里面所知的权利，那是他的权利，是市民家啊。当然，对不起，我想补一下哦，就说刚刚提到说羞辱柯文哲哦，对啊，陈佩琪说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橘子徐子瑜是柯文哲的远房亲戚，合理上面来讲，徐子瑜也是陈佩琪的亲戚之一吧？是，就说现在外界质疑柯文哲的钱的流向不明，刚好我刚刚讲说谢国良你真的很糟糕，去讲说什么200万给了柯文哲那个，现在看起来关键是跟徐子瑜或者是跟邱佩玲有关的。邱佩玲可能陈佩琪没办法说什么，因为他搞不好不认识啊，搞不好没接触。但徐子瑜坚持不回来，然后让大家质疑说你这中间的是不是有掌握了柯文哲？好歹你陈佩琪在认为大家羞辱这个柯文哲之前，你也可以讲讲你们的远房亲戚那个叫做徐子瑜的事情，你也都不讲，然后随便夯不啷当扣了一个大帽子就进来，就是说你这样我不满，我不平，好像身怀怨恨，我不知道你要不要穿红色衣服或什么的，我不好像我不知道，但是你用了这么多的字眼去告诉大家讲说一刀一刀割向你们，一刀一刀对你们，你有没有想过是谁给你那个刀子？是徐子瑜自己本身把刀子放在这个地方，说你们割他吧，反正我就不出来，因为你们没办法剥我橘子，你们就去剥柯文哲的皮好了。是你们的人让外界形塑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那种控诉，我真的觉得我不批评陈佩琪，就是说他当然有他的情绪，但当你看到你所朝夕相处的柯文哲，其实我去看他的脸书啊，他其实都说我好想你啊什么，他也完全不会去避讳他对柯文哲的感情。是。
他其实都说我好想你啊什么，他也完全不会去避讳他对柯文哲的感情。是，老实讲，那个夫妻之间我们感动了我们也这个娶妻当不起纯配妻这种啊。那问题是，怎么了？要确定，我确定啊，人家是真爱啊，就是有什么好去怀疑的？就人家夫妻的真爱，我不怀疑。但是当你看到的柯文哲其实可能不是完整的柯文哲的时候，这时候去形塑外界讲那些，我还是这样讲，你们先把橘子找出来嘛，你们先去呼吁你们的亲戚先出来，大家帮阿北洗清，就说你们都胡说八道，哪有什么 USB， 哪有叫我跟李文忠交接账户，哪有什么给我400万叫我赶快跑，也没有你们讲的什么阿北写字笔记很重，还有 Orange 精华出镜，你们都胡说八道，橘子只要出来说没有就好。他为什么不出来？我补充一下哈，刚才冠廷那一章说为什么松山地震的这个基层公务员要把它改，要怎么改？我要告诉你，这是对基层公务员士气严重的打击。对啊，我当过基层公务员，你知道吗？公务员写这些东西，议员来所知，不是每一件都要经过市长同意的，他有分权负责。像这样的一般的案子，可能这个地震事务所主任就核定了。那你想想看，这个压力在谁身上？主任身上。你为什么要核啊？你没有一点政治头脑吗？你怎么可以核？我就是公务员啊，这上面就写没有密集，按照规定，按照文书作业处理规定，我就是可以给予啊。我管你那么多，你给我收回来。你知道简舒培他不是只看到这个被改而已，你知道吗？那个基层的公务员是告诉简舒培说，你赶快把脸书撤文，撤掉，你赶快撤文。简舒培是下架了，对，他说你拜托，他说一做拜托，求你，我用我一生最大的请求，我就求你帮我把那个下架就好了。我们当议员的不会去为难公务员，当然，尤其是个基层，他没有犯错嘛，他没有犯错，可是他被他的长官这样施压，那你想想看，这层层压力是从谁来的？从市长来的。一个正常的市长，你不是民选市长，你每次过年过节就说我是台北市的大家长，出了事之后，那公务员你怎么没有肩膀？不对。市长出来，只要公务员是依据文书作业处理手册里面来做授予的，你市长全力都要挺下去。OK， 你就要讲没问题，我蒋万安负责，一切依法合予，我负责。要做什么事，关起门来再说。那其实刚刚讲到，那个慧珍不要生气，真的，我们要平心静气讨论这件事，因为刚既然已经讲到这份公文，其实他是要给地震单位说，因为要扣人家土地，然后因为跟财做事的依据，对，他是因为这样，所以蹦出了这么多这些，所以现在金华城那个土地，包括连带，对，我今天看媒体上报道说，那接下来银行团会要求连带那个所有的还款。对，事实上在10月份的时候，银行团已经有开过一个会议，然后那时候的决议就是说他们要看一下那个状况，不排除从11月开始就会提前还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其实他们在那个当时的合约书里面，中石化的那个财报也有公布，他们每一年因为他好像是11月5号签的一个合约，所以他每一年到11月他都会去检视一下，他有3次的查核点，他每一年就去检视一下，因为他这个土地是你可以预售的，就一些他的资产是可以预售，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你现在预售的情况到哪里了 ？O 不 OK？你的钱有没有汇到你的那个专用账户里面？然后他觉得OK， 你就有照进度，他才会核拨下一笔款项给你。所以他其实在去年底的时候那一次查核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进度还有他们预售的状况不如预期，所以那一次就已经有把它稍微 delay， 叫他们自己要把钱补到，就今年1月那一笔款项补进去。那今年的状况是这样，因为你土地已经被扣押住，被扣押住势必就会影响你的出售的状况嘛，没有人敢买。那没有人敢买的话，我那时候都在猜，他可能第2次查核点就是11月5号，那果然就是最近查核点，但他因为他又不如他们的规划跟预期，所以代表着你这个整个进度是已经延后了，而且你现在变成是被扣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根本也没办法继续施工，所以他们等于是在你的一个合约上，你已经实质违反合约了。如果这个银行团是狠的，他可以直接叫你把所有的全部都可以做到这一步，因为已经彻底的违反合约，我可以基于要把所有的连带款项还。对，他可以这样。所以今天有一篇新闻，他还跟你讲，
他说他们没有这样做。对，他就说啊，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现在就做2件事情，他总共是149亿嘛，他里面好像还剩15亿还没用到，这15亿就不拨了。我就扣住了，我就再也不拨。第二个，他叫你把你这一次应该要补足的进度的那个部分你自己补进去，所以就变成他要先，然后他们好像有一个专户里面还有37亿这个30亿还是34亿的这部这些就先扣住，还差一个15亿，他现在就叫银行团就叫他们，你在12月5号之前必须要把这个14、15亿补进去，你才达到那样子的一个安全水位。如果说这个12月5号你没有补进去这个钱的话，那可能就会达到他们认为你现在整个已经没有我银行团必须基于维护他们自己的资产为由，搞不好叫你提前还款。而这个提前还款可能就是包括130几亿就全部都要一口气吐回来。第二件事情，现在麻烦的还不是只有这个因为最近股价波就是上下都有，但是中石化股价一直逼近在那个8块钱这个左右。事实上呢，如果它一旦跌破8块情况之下，他们现在很多的钱都是拿着他们的董监事就拿这个钱去抵押，所以这个抵押情况去直借，它的直借比高达95%。那如果直借比高达95%的情况之下，简单来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个担保品可能不足，担保品不足，那就会导致。如果你这个你的整个董事会没有办法去其他方面再拿出钱来补进去的话，那可能这个要叫你还钱，就变成不是只有金华城，是整个中石化的财务，对，全部都会因此而跳票，就是它会形成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也在观看，因为它的质押比现在已经高达95%，那有人去算过，它的如果股价跌到破7块的话，那肯定就会导致这个银行团会针对中石化整家公司，如果印象没记错的话，它好像所有的债务是高达600-700亿，那就不是只有金华城的这个100多亿而已。所以。微金小沈的问题麻烦不是只有官司，还有包括他财务本身的问题。整个中华城案子会怎么样往下的发展？那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一块。那柯文哲主席的动作，陈佩琪的动作，那未来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可是除了这个以外，跟全台湾，你我生活，包括在每个地方都会有关系。两位请教一下，段铁，财化法现在到底怎么办？好，现在还吵成这个样，然后反正已经送出委员会了。对，可是送出委员会呢，问题解决了吗？还没有解决。我先讲今天我们民进党的秘书长林右昌有出来跟大家讲清楚党的立场，我觉得一次把它讲清楚，讲结论就是蓝白不要因为总统选输就想要瘫痪整个中央政府嘛。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我先讲一个最核心的点，我们过去这几年的时间，到底给地方的钱是变多还变少？是大量变多。我给大家看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一年给地方的钱来自于3笔：蓝色的统筹分配款、橘色的一般性补助款，跟灰色的计划型补助，加起来是5500亿。到今年编明年赖政府的预算补助给地方是1兆151亿。你过去看蔡政府这8年时间每年上升，所以第一点，我在讨论财报之前，我要先讲。民进党执政8年到+1的赖清德这一年，我们给地方的钱是逐年上升。我们现在跟马英九的最后一年比是多了快1倍，这第一点。第二点，这次财化法修的是哪一块？统筹分配款蓝色的部分，他不给你看其他地方增加，他跟你讲蓝色部分。为什么今天林右昌秘书有人会跳出来讲说，这就是在瘫痪中央政府？我们一年的总预算就是3兆。3兆里面要扣掉2样，一个叫法定预算1兆多，一个叫给地方的补助，因为我们不可能财化法给你地方变多，再把你其他补助拿走嘛。我们假设其他地方补助也不变，我们一年中央实际可以用的预算是7000多亿，7000多亿。国民党的版本本来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在私下协商的时候，跟大家讲说，他们的版本从中央割4000多亿啦，可最后离开委员会，5个应该讲版本，割掉6612亿。我讲白话。中央剩1000亿，中央怎么做？国防要不要做？社会住宅要不要做？长照要不要做？0到6岁国家要不要做？我就讲国防就好。国防预算确定编不出来，就这个版本就是国防预算编不出来，因为我们是1000亿。我问一个状况，那这个钱到地方，难道国防地方做吗？来，侯友宜警察出身，以后侯友宜在新北成立新北民兵团，他当营长。陈其迈当高雄市长，海鲲号在那嘛，有海鲲号的舰长陈其迈当，不是这样嘛？不是，就这个钱是中央要做事，你们是把中央本来要做的钱刮掉到地方，这第一点。我把最后2点讲完。第二点，这个钱最后变成是一定浪费预算，
我过去10几年前我在当国会助理，每一届都讨论财划法，因为6都当中，台北跟非台北大家会吵，6都跟非6都大家会吵。可是我们以前吵都是吵什么5%、10%，这一次的比例是，我给大家看那个增减幅度，我们看这一行就有增减幅度，每一都130%、320%、270%、834%，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最后地方政府一定会浪费钱嘛，你多20%我会好好的用，你多几百%，我一个月赚5万的，我现在变成赚40万的概念，就是第3点。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阶段的这个钱，我们刚才讲到，讲2点就好了，就是从瘫痪中央政府，然后到浪费预算，然后可是现在我们能怎么办？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包含说在立法院的这议事日程，我们认为那一天的是违法的，我们认为那一天的不符合程序。可是像今天明明就是我们民进党的召委，可是国民党照样霸占主席台啊！我们要去确认那个议事日程有意见，也不让我们有意见。最后这一点就是这一点我要讲的讨论啊，财划法我们也一直认为说可以讨论，可是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讨论的机会？你看，光是柯志恩就认为首都这3%有问题啊，为什么？我最后讲这一点就好，首都凭什么分那个3%250亿？我举例，我们新北，我们今天早上捷运万大线车厢来，蒋万安来，侯友宜来。媒体全部都在关心这个，就是你们对首都多拿这250亿看法是什么？我举例啊，我们的捷运万大线啊，700多亿第一期，第2期500多亿，要个1000多亿预算，求爷爷告奶奶啊！可是像今天明明就是我们民进党的召委，可是国民党照样霸占主席台啊！我们要去确认那个议事日程有意见，也不让我们有意见。最后这一点就是这一点我要讲的讨论啊，财划法我们也一直认为说可以讨论，可是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讨论的机会？你看，光是柯志恩就认为首都这3%有问题啊，为什么？我最后讲这一点就好，首都凭什么分那个3%250亿？我举例，我们新北，我们今天早上捷运万大线车厢来，蒋万安来，侯友宜来。媒体全部都在关心这个，就是你们对首都多拿这250亿看法是什么？我举例啊，我们的捷运万大线啊，700多亿第一期，第2期500多亿，要个1000多亿预算，求爷爷告奶奶啊！台北市过去几十年建几十条预算，花捷运费超过1兆，我们没有说不对，可是你已经这么多的资源在那了啊！可是国民党推出的版本，台北市就继续再拿3%，然后呢，我们要去补助离岛，对不对？台北多拿3%。离岛从其他县市再割钱给离岛，台北不用，不真没道理嘛 ？OK， 那民进党拿出对岸嘛？就这个事情已经吵了2个多月了。对，啊，基本上大家都不管是谁在地方的话，都拒绝的地方穷嘛。是，好，地方穷就是不事实，而且坦白讲也不是看一朝一夕，要看长久。说谁都有可能去地方市长。你看这一次民进党目标下是希望把竹市、宜兰县跟新北拿回来。如果假设财划过，如果你的新北会增加很多财源，很多财源可以让你做更多事。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最不该用意识形态去炒的事情，也不要说这个事情呢拿什么刺刀刺向台湾的心脏，然后说这个瘫痪中央政府，谁都有可能执政，谁都不希望是一个没办法做事的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民进党不拿出对岸呢？如果说这个案子里面，民进党如果讲说我不想修，你就大声讲嘛。但左宗泰也不讲说我不想修，一直到那迷迷糊糊，到底是我的案子要怎么样去走，怎么去做，然后就说没讨论，怎么会没讨论呢？前上个礼拜不讨论到晚上1点多，那个陈玉珍还被坑到电梯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事情呢，不要说。不足民进党的意义，就拿意识形态的帽子来去做一些形容词。我真的很建议民进党拿出对岸，比如说民进党版的财划法是多少，这样彼此才有个依据嘛。他们现在是说，他不拿，对，我们没有对岸。我讲，我们没有提行政，我们没有提行政院的版本，对，我们没有说现在的完美，可我就逻辑，我刚才全部都用数字讲，我没有用意识形态。第一个，马政府时期补地方5500亿，然后马英九执政8年。对地方比蔡英文时期对的差这么多，我们是从5000、6000、7000、8000多给地方几千亿的钱，然后马英九8年完全中央政府没有说要修，结果现在跟我讲说啊没有，我们有一天也会执政要什么？不是嘛？因为就现在是我们执政，你们才说要修嘛。再来第2点，你刚才讲说我们民进党要提，应该政府要提对岸，对不对？讨论完再说。你们连讨论都不给讨论，
我们那一天陈其迈市长从高雄上来，你们发公文，你们自己国民党当召委发公文给所有的县市政府财政局长或市长上来，陈其迈上来要讲一下高雄的看法。高雄的看法，总部设台北，高雄那个一堆污染留在那里，那连让我们讲话的机会都没有，然后你就说不行，你们可以提对案，不用讨论吗？提对案才有办法讨论啊。你这个委员会里面，你有自己案子进去之后，才有办法讨论嘛。你看很多的叫弊案审查，什么就把政府行政院提的案，然后某 A 委员提的案，某 B 委员提的案，大家一起并案审查嘛。来，我举例，来我举例的话，为什么不提按自己的案子？如民众党跟我讲，好，马英九时代不多，民进党时代给的多，我觉得很好啊，没有人说不好，没有人说不要。但是呢，这种给多给少，能不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依据？如果大家觉得说国民党这案子他觉得不满意，其实坦白讲，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其实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说，到底是这个台北首都款，到底最后有没有？我觉得不见得几率很高。当然，我作为一个台北市议员，我当然希望台北市自由裁员多一点。OK，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最能在国会议堂上大家好好讨论，看地方政府哪些钱该给他多一点。哪些钱呢？由中央拿的多一点，我认为这是都可以讨论的事情。但是我很遗憾，就是说没有民进党党版去讨论这事情。那你不能说我没有进一版本，那你只讨论我的版本，这就不叫讨论。我只有一句话回应：民众党有民众党的版本，你们也没让人家讨论啊。出去的时候国民党版本啊，黄珊珊就疯掉了。讲完了。好，可是这整件事情，范老师，我们就搭了吧。川普显然没有这个困扰，对，他狂扫312张选举人票，而且国会他们都过半，政府都是，所以对川普未来应该不会面临到赖清德或民进党现在执政这样一件情形。可是好了，我们这些问题，我觉得这势必不管蓝绿白或什么，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可是只是不知道他们大家到最后会僵持到什么样的程度，后面会怎么样。但是对川普来讲，我们大家最在乎的其实是两岸。那个蓬佩奥，结果后来，不是说他应该有机会去当国防部长吗？他结果连内阁都不让他入，为什么？大家看到就是川普啊，大家看到说的确就是摊牌不邀请蓬佩奥跟海莉入阁。那蓬佩奥我们知道，因为他是非常有台的，对，他也当过这个国务卿啊，国务卿也当过 CIA 的局长，对啊，而且大家认为他担任这个国防部长很适合，为什么？他是美国西点军校第1名毕业，然后又拿到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啊，所以他是当过军人的。但是据了解，是因为蓬佩奥的这个儿子叫小川普的儿子，川普的儿子不是对蓬佩奥儿子为什么要叫小川普？川普的儿子啊，小川普啊，因为他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次，因为川普他只能够当一任啊，他的任期只有一任，就4年，他不可能再连任。所以接下来大家看到的，其实接下来大家看的是副总统范斯。对。那因为我们知道蓬佩奥也好，或者说大家看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凯利啊，他们大概都是上一任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而且海莉在过程当中跟川普有竞选过党内初选的时候，对，有党内初选，对。那蓬佩奥也曾经有意想选，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一次他的报复性格非常强烈。我觉得就是说，而且海莉在过程当中跟川普有竞选过党内初选的时候，对，有党内初选，对。那蓬佩奥也曾经有意想选，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一次他的报复性格非常强烈了。他就是说，你过去对我没有100%忠诚，我就不会用你了。所以哪怕你曾经心猿意马，蓬佩奥其实没有登记啊，他只是有想过动心起念，只要动心起念都不行。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川普接下来，我觉得。包含之前他上一次可能选举他认为有舞弊的事情的那些地方，或者那些相关的人员，还有就是后来不是有这个国会山庄事件，有一些对他批评的人或者是指责他的人，我觉得他都会一个一个来算账。他第一个开刀的应该就是那个特别检察官吧？对，他已经说了，就直接挑明了，自我了断。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人不是你们这样子叫人家怎么做事呢？一朝天子一朝臣，他是特别检察官呢。对，你只要知道美国的那些制度，特别检察官基本上州长基本上就是要保障他，你能够不畏强权，你就是要在现有体制下，跟以前古代御史大夫有点像了。你就是要赋予那样一些权责。虽然古代御史大夫被杀了一堆，好不好？可是本来我都以为美国的这个制度，哇哦，有这样的人。当初特别检察官在办的时候，连那个希拉蕊她老公克林顿那些都是特别检察官一个一个翻，他也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总统，
但川普这例子一开以后，谁当特别检察官啊？那等于是脑袋摆在裤腰带上去当官的。所以有人说这个中国其实是比较希望川普当选的。因为美国的内战即将展开，因为的确是这样嘛。媒体上报道，纽约跟华盛顿已经要发起反川普游行。对，还没当选呢。对，纽约跟华盛顿对，然后这个哈佛大学。让学生停课疗伤，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年轻人是支持的是这个民主党的所以说他们会觉得，这次选举结果怎么会是这样子？他们还有瞬间那个搜寻海外留学的暴增，真的，还有移民的暴增，要移民加拿大，对，移民加拿大的那个点阅率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我台湾这种不太紧张啊，因为美国内部的问题就很多了。起码搞2年，所以等到然后再来这个从川普来讲，他比较在意的对外的国家大概就中国，他说要加税到60%，甚至到100%，所以等到要找到台湾的时候，我看大概已经很后面了，他任期已经可能快要结束了，可能第3年或第4年，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可能要更关注的是未来范斯，因为我觉得川普一上任，其实他就是某种程度叫半跛脚，因为你想想4年时间很快的，他光是要处理内政的问题，他光是要处理俄乌战争的问题，还有中东以色列跟伊朗的问题，我觉得这3件事情，还有北韩的问题就搞不完了，还有中国的问题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台湾人不用自己吓自己了，台湾没有那么重要。对川普来讲，可能还排不到他前10项工作的他的这个备忘录里面，所以我会觉得说，当然我们要谨慎，我们要非常的这个小心来判断川普上来之后的改变。但是我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不是川普一个人，还有他被共和党也很重要，特别是共和党是过去以来是最挺台湾的，他反共的那他还是要看他的阁员的状态，他要看的是国务卿还有国务院的官僚，还有他的媒体，还有他的智库。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川普一个人怎么这样做就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谨慎以对，但是也不必过于焦虑。慧珍，你给我1分钟的时间告诉我，未来到底两岸之间，马斯克已经直接表态了，媒体上说，他叫那个 SpaceX 的那个台湾的供应商，对，把在台湾的供应的所有的产地移到外国去，他要干什么？当然，其实最主要一件事情是马斯克他就是商人嘛，他就是确保，因为他一直认为台湾其实兵凶战危，他认为就是为了以他自己供应商，他不管你要不要打仗，他只管他的那个他的供应链要稳定，对，有没有断裂的这个问题，然后是希望就是说我们这边可以过去，但事实上台积电已经在那边去，那台积电去一定会下游的供应商一定会有人去，只是说讲一句实在话，你马斯克能要的量是多少，对不对？那我们在台湾，我们这边还是很大的一个部分，目前为止整个台积电产能大概也有80%是在台湾，那海外的部分是相对比较少，尤其是什么3奈米、2奈米的这个部分，一定都是跟留在台湾，这倒是还好。但是呢，大家会很担心说是不是在台湾要缴保护费啊？那么其实你光看这一阵子以来，台积电的一个非常稳定完全不受美国的大选结果，然后股价完全很稳定，甚至那个魏哲家他在那个10月份的那一次的股东会就直接告诉你，台积电未来5年的单是不用有问题的，因为不管谁执政。不管是怎么大国角力，你只要想要制霸不管在科技方面各个领域，你都少不了台积电晶片。OK， 未来川普真的当选以后，到底全球会变成什么样一个样子？大家都在关心这一块，两岸之间又会怎么样？那对国内来讲，刚才财划法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未来财划法到底会不会修？如果真的修，会修成什么样子，跟你我的生活大有关系。OK， 金华城一路往下延烧，对北检来讲的话，大概还剩7个礼拜左右一些时间。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